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圈。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各位观众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哦，曹兴诚啊，他不是那时候讲说，823他不玩了吗？这个就交给民进党他们自己去啊，这个是蓝白对决的场子啊，就好像拍拍屁股不干了。但是最近每天的这样在发文哦，好像还心里面有怨气啊，还要讲哦，是不是假退下？但是舞台不能够失去哦，还是有点眷恋这个地方呢。他就预言呢，国民党不会有好下场啊。他讲说现在国民党是借助中共的力量，在台湾扩权争位哦，与魔鬼共舞，将来肯定不会有好下场啊！因为中共把人当工具、当棋子，以前4人帮红卫兵的下场就是这样。现在他们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也是如此哦。那马英九是蠢人之冠，还喊出和中保台，相信习近平的言论。中共做梦都想要消灭中华民国，和中共和只能引狼入室啊！如何保台，就还在打抗中保台这个牌哦，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次，其实民进党会这样子那么不同意的碾压过去哦，让他们尝到了大失败的滋味，就是因为一直在打这个抗中牌。看起来老曹还没有打算下车哦，还不止如此哦，《自由时报》上面还发了2篇文章，一篇呢是这个有投书啊，自由广场说啊，曹兴诚先生，民主之路还需要你啊，然后他自己也投书哦，就是在讲说啊，今天看他嚣张得意啊，明天连他滚进地狱啊！所以投书率媒也要跟上啊，不只是发脸书而已啊。看起来这个刷存在感刷的挺猛的啊，是不是要强势回归呢？这个好像一种这个预告大家他 I'll be back 那样的动作。那再来这个赖清德现在去到这个前进指挥中心嘛，要来看灾啊。那卓荣泰是南下到了嘉义县。嘉义县现在因为有这个风灾、水灾，所以卓荣泰重新的南下看灾。他也强调，中央跟地方会协力来推动系统化的治水，来改善淹没的水患。赖清德有讲说将会成立云嘉南灾后前进指挥所，那你看马上就会有这个新闻开始又要吹啊，又要夸啊，就讲说卓荣泰铁人勘灾行程设前进指挥所作证，还要强调他是铁人勘灾呢，就是我们还要感谢你呢，就好像你们前面都不管灾民，然后这20多天来的失能无能。脑死这样的状态，我们到现在还要谢谢你，还要给你个赞，说你是铁人，真是莫名其妙啊！所以现在真的这个第一线的灾情，那当然地方的人是最为清楚了。不过在我们看到了这个云林这里刘建国跟张丽善倒是勘灾互杠的状况，我们来看看。感觉是不是咱中央甲地方政府是来这个我讲啦，有会当升的就赶紧处理啊！无顶你开米台风嘛是安尼，这么过过一当过了一关呢。今天出来最没有理由检讨我的，是做最久的人，做最久的人，对不对？那你做那么久，你都在中央而且中央执政跟你本身当立法委员重叠了几年。没有，我生气是说，今天如果是大家共体时间，因为你中央关系比较好，你要帮我站在一起，同样来争取经费来挹注地方，我们好好做，对不对？所以就是好，他现在双方互杠起来了。他是觉得说，这时候应该是要共同面对灾情嘛。所以张丽善就觉得说，你刘建国还在那边忙着要究责，为什么你不是在这个位置做了那么久的立委，你可以更帮助地方来做事情啊？那卓荣泰是夹在2人中间一脸无奈，赶紧请水利署长来进行简报。那赖清德想要找一个复出舞台却惨遭打脸。现在看起来这个灾民就是对于赖清德是颇为失望啊，所以这一波的这个勘灾成绩这个前一阶段就是人消失了，这一阶段想要挽回也不是那么容易。那再来，今天大家也关注到一个大消息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好多这个同事有收到这个警报声，就说俄罗斯因为有这个地震8.8规模的地震，距离俄罗斯萨哈林州的南萨哈林斯克1393公里在上午的9点27分，这个强度非常的强所以连日本也发布了海啸警戒。那台湾同样也是那专家是说这个规模相当于是8000颗的原子弹。那海啸警戒呢，在日本这边后来也上升到
到红色海啸警戒哦。日本升级的海啸警报，那这个浪高恐怕是高达了3公尺。那其余也包含了像是南韩、台湾、菲律宾等地也都要留意海啸。那我们的中央气象局呢是讲到了，预估是下午的1点18分开始会影响台湾，会持续数个小时，所以提醒民众啊要远离这个岸边，就不要靠近这个沿海啊，要严加防范哦。因为这个海啸警报在整个这个太平洋，我们看到这包含日本啊、这个南韩到台湾、菲律宾，通通都会受到影响。就像第一岛链哦，都要这个注意这个海啸后续的影响。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民进党要负这一次这个南部的灾区的全部的责任。那不要说刘建国啊，他在云林当了快20年的立委。那前瞻基础建设计划8800亿，5大计划很清楚啊。第一个什么？绿能建设，绿能建设变成这次南部的最大的灾祸来源之一。对，那个面板到处乱飞，然后荒谬到把绿能把树都砍了，造成水土流失，造成这个下游的老百姓苦不堪言。然后这绿能盖到海里面去了，全世界没有这么天才的。然后呢，那个花了我们人民大概1.6亿的钱去补贴一个他们绿油有开的公司。然后这个台风一来，把那个绿能的这些太阳能面板吹得到处都是，留下来一大堆垃圾。对，这种环保垃圾都没有办法来怎么解决。那这个8800亿，基本上这个前瞻建设呢，还有一个是什么？水道建设啊。你这个不是就在防止灾害吗？那你的水道建设到哪里去了呢？那还有什么城乡建设？我们看到了台南，我们那个七股的这个我们乡亲住的住宅，那是城乡建设的结果嘛？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那可能花在那个七股乡那个灾区啊，这8800亿啊，搞不好连880块都没有到那个地方，钱都到哪里去了？对，卓荣泰不要演戏啊，然后呢，故意先跑到云林。最严重的在哪里？现在在台南啊，你们不去台南，叫黄伟哲出来解释一下。台南你们你们民进党从蔡英文开始搞这个前瞻计划，花了人民8800亿，现在验收成果一点成果都没有，水利建设没有，防灾建设没有，城乡建设没有，你的绿能计划变成台湾南部现在一大灾害，一大祸源，这个要不要检讨？你去检讨张立山干嘛？就是出了事就要叫别人来怎么样，来背锅，这是我觉得民进党最对不起台湾人民的事情。你拿到政权你就好好做事嘛，你拿到政权你就搞大罢免，你拿到政权以后你再怎么样去买美国的武器，要把人民一大堆的钱都花到那些买到美国那个2手武器去。台湾老百姓现在干嘛？是饿着肚子，是束着腰带。配合你民进党这种倒行逆施，而更可恶的是，他们这些绿色政权的这些权贵们趁着政权的这个掌握政权、掌握资源的分配前，大量的在干嘛？贪污，对不对？你的国策顾问，从蔡英文到赖清德都聘了国策顾问，成立了公司，把我们国军的整个军服都包去了，对，花了106亿去养你一个公司。然后呢，你这个公司才拿到标案，然后呢，你那个审核委员、评审委员中这个就变成你的公司的什么独董，这种连演都不演的这种贪污方式，你今天面临的灾害，你要台湾老百姓怎么样看待你们这一群当权这么久的人？那台南更不要讲了，民进党一共掌权了32年，嘉义民进党掌权了28年。这是最严重的地区，屏东也是民进党长期掌权的，也是最荒谬的。把这个山坡地把它铲平，去搞这个太阳能面板，把这个没有地方种了，跑到海湾里面去，把这些太阳能面板放在水面上去。你说可以保20年、30年，2年不到就吹得到处都是，造成到处都是垃圾。所以我觉得
民进党真的是，我觉得你不能造福，你不要为祸地方。你现在就是为祸地方，对你该做的不做。平常你看，原来民进党长期在这个陈菊执政下，那个我们这个结果韩国瑜市长去一看，所有的什么那个下水道都是淤塞的你做些表面功夫。你现在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是不是还是跟陈菊执政的高雄一下，下水道都是淤塞的？淤塞就淤塞了，可是你8800亿花到哪里？要给人民一个交代，不能够就这样子就这样子把责任就随便往别人的身上推，以为自己就没有事吗？好，舰长。刘建国委员你从2009年你就开始担任了云林3县选区的立委，那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讲到说从阿扁时代8年的817亿，然后再到了马英九时代的600亿，那一直到了刚刚大使所提到的8800亿前瞻基础建设，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你还敢讲说这个抽水站是简单的工程？对，连简单的工程，你们一天到晚就会来要资源，要了资源之后，难道你不做后续的这个追踪跟稽查吗？结果现在出了事，大家开始推责任，你推的最快，因为你是执政党的委员，你先拿到麦克风，你就开始讲别人，这果然就是立委大人好机灵那另外我们讲到，其实这一个曹新成董事长果然这证明了一件事。权力就是最好的春药，所以呢，他说他不干了，他823不管了。那但是呢，他不断的发文，不论是投书或者在他脸书上，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巩固他的权力不要忘了那个1995年台海那个风雨最危急的时候，我在西屿，那个陶关的那个。英霸，他现在又说他要是不是这些青鸟跟黑熊要组织公民党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你敢组织公民党吗？你想要再从民进党里面挖一块走那你一定保证当初让你英霸可以从法律开脱的相关的。责任现在通通追回来，你小心一点那同样的，曹董也是一样不要以为不会法律追杀，你只要吃到绿的，法律很快的就来伺候了。另外，我们讲到说，其实勘灾是一种政治学那你什么时候到？然后你到的时候，你到底做了什么，讲了什么？我们先看看201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他在云豹甲车上面，然后还跟灾民挥挥手微笑好愉快被骂死了。然后结果下面的灾民说什么？不让甲车前进。为什么不让甲车前进？因为甲车通过的时候，那个水花会让着他们原来就已经浸泡的在水里的家更惨而已。这是我们讲到说之前蔡英文总统的一个例子那这一次到底我们看到了什么？也就是我们之前呢，同样也是2018年，我们讲到说韩国瑜，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选得上高雄市长？也就是他直接二话不说，直接踩进水里，没有像这些人又穿什么雨鞋，又坐甲车的。我们看看这一次，灾民说什么？灾民说我家没有电，他说他是2等公民。其实我们看看这一张照片，这个就是重中之重，后面穿着这个行政院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对，他就是主管电力的经济部长。然后从头到尾你讲不出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全部打高空。现在如果进行9合1大选的话，保证你们执政那么久的嘉义跟台南通通丢掉。来，聂老师。好，那我先呼应一下，因为对台湾这个所有的建设呢，有时候呢是放在这个看在眼里放在心里，有时候真的看不过去。其实当时刚刚2位都讲到，台湾呢在所有的计划中我都觉得他们是一个好像没有真的看到未来，只是为了要拿到钱的一些计划。包括刚刚讲的前瞻计划，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写实的。
我有2个疑惑。第一个，什么叫前瞻？前瞻就看我们的数位未来，看我们的 AI 未来。可是，在当时提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提出前瞻这2字，它一点都不前瞻。它是50年前那个小蒋在1960年代10大建设的做法，尤其他特别强调轻轨，甚至是把8800亿切成2段，事先少一这样子做。这是因为当时被杯葛，先做一半再做，结果他们用了各种力量还是做下去。结果，请问一下，我们的轻轨有door to door有到家门吗？有做吗？或者做到你所有其他的这些建设有真的实际的效果或效率吗？都没有。那当然我就不再说了，因为刚2位说，我现在来讲另外一块，就台湾的政治版图。台湾有一个非常狭隘的政治冲突啦，哈，就狭隘的民族意识。这里面就是皇民化或者是中华情这2边就辩争，极蓝极绿就打一架，浅蓝浅绿呢就吵一架，不蓝不绿就等一下观望。可这还好，我们等一下的时候，你客观冷静去分析。我发觉我小时候呢所听到的一个故事非常写实，说你碰到白痴和神经病，不要跟他对谈，白痴神经病谈不了的。他如果不理性，怎么讲都没有用。我先讲一下哈，当现在呢，这个有一派呢一直用抗中来博取这个人民的支持，拿到选票。我想请问一下，抗中到底我们的对岸坏在哪里，错在哪里？那坏当然我帮你解释嘛，你就是说它不自由不民主，好坏啊，欺负人民什么？请问一下，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反动派的，你觉得它会自由吗？即便在台湾国安法一定，你只要反现在的政府，你会自由，你会民主吗？我觉得，而且台湾的民主已经是假民主，已经被滥用了，就是盲目盲从、人云亦云，甚至自私自利的所谓的民主。怎么叫民主？第二个，他们错在哪里？我讲对岸错，好，你要打台湾，真的要打吗？我觉得他们没有。我觉得中国所拿的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讲它是我们是抗美啊，它其实是和台，非常清楚，它要和平这个跟台湾这个相处，就是一家人的两岸一家亲的感觉。可是呢，台湾呢不断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要背离，所以呢就会产生有这种战争的疑虑。可是我听到对岸不断的强调3不哦，第一，他绝对不想打台湾人，不想打，不打；第二，真的要打，绝不打死人；第三，真的打了，只能打死抵抗的军人。当然，我也要为军人说话了。当然军人现在薪水很高，当然我觉得，当然我们现在台湾所走的路，大家也要思索一下。也就是说，我觉得中国现在走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确看到是有点不民主，甚至言论有点问题。可是台湾真的那么自由吗？我跟你讲，只要反动现在政府一样不自由。我最后还是讲一下，我们台湾到底啊，那个，尤其曹英成现在讲到说，国民党用中共力量扩充权位，甚至用魔鬼来形容对岸。我觉得到底为什么会反共啊、抗中到这么的极致？他的行动语言都这么极致。我觉得我昨天有讲到中国去，只有3种人会极端抗中，尤其都去过中国的。第一个是有钱伤，100个人可能有6成呢是因为钱受到伤害，有这个1-2成可能是情伤，还有2-3成可能是跟他们吵了架的仇伤。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情伤太重所造成的这样的现象？所以呢，我觉得他已经到极致这样的话，你就把它当做我刚讲小时候碰到有2种人就不要去对谈就好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关注一下哦，因为现在台美的关税呢，现在看起来倒数计时了。那到底是15%、20%还是32%，让台湾现在都7上8下的？因为这个8月1号就要正式上路了，可是我们迟迟没有等到好消息啊，都没有先排，所以大家想说，哎，要拖到这种时候，民进党没告诉我们，可能是个坏消息在等我们。那因此呢，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在讲说，他被问及这个关税是不是有机会再延3个月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决定权还是留给川普吧，川普会在本周末来确定所有国家的税率哦。那但是呢，这个在这1-2天有传出台湾的关税是22%啊，导致股汇双杀，所以就有专家预估说，未来3个剧本，第一个剧本可能是税率会低于20%，第二个剧本呢就是台美的谈判延后，第3就是税率要回到32啊，哎呀，那可能对于业界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哦。那彭博社就讲了，台美关税这个谈判卡关，可能就是这一笔钱啊，比照日本5500亿美元的投资，
可能就是卡关的一个主因哦。因为台美之间的现在谈判进度不如预期，美方仅提出最佳关税待遇，但没有明示数字哦，就要求台湾比照日本加码投资。那 PTT 也都崩溃了，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台美关税已经到了最终的谈判倒数了。日本、欧盟已经是亮牌啦，就是15%的税率哦。南韩也急的是杀到苏格兰，要端出造船合作案，要让川普满意。但是台湾现在等不到结果，网友忧心忡忡哦，说万一我们超过怎么办哦？台股是不是会崩盘呐？那再来看到了郭正亮说，这个美国要的就是钱呐。亮哥说，哎呀，台湾的投资哦。现在好像被美国要求说，孙正义不是有一个水晶之地 AI 园区吗？那美国就要求台湾要占虾几嘞，就是要3000亿美元的投资，大概是9兆台币啊。所以那个时空呢，才要求说台湾要成立主权基金啊。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用意是这边嘛，我们要9兆这样子去投资这个 AI 园区啊，那还得了？所以亮哥就直接说，我的老天呐，这真的会让台湾受伤很重哦。那还有这个赖清德目前过境的情形，看起来美国好像不接这个招哦。美国国务院是驳斥啊，说台湾从来没有宣布要出访啊，没有宣布任何赖清德出访计划，所以既然没有宣布，就没有所谓的计划取消。那贝森特在讲说，赖清德的行程也跟谈判没有关系啊，所以这 CNBC 去问了贝森特说，这个中美谈判进度啊，有报道称，赖清德被拒绝过境纽约，是不是中方希望美国做这件事情啊，也是为了跟中方达成协议吗？他就说，没有，这个是不相干的。那但是呢，路透社也提，赖清德其实是不会取消今年出访拉美哦，但是呢，就是过境的路线可能会换一下。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他说赖清德因为台风救灾嘛，所以推迟了一下他今年的出访行程，但是行程是不会取消的，只是说过境本来是纽约哦，现在可能要换成德州跟美国另外一个城市哦，那所以就是可能现在还在这个谈判的阶段吧，就是在看怎么样协商哦。那还有卢特尼克提到了中美的关税啊，因为他说根据中方的贸易谈判会依据不同的时间表来推进。那目前双方呢是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进行最后一轮的谈判，中方则是表示呢愿意同意延长这个5月时候达成的90天休战协议，但是要延长多久？延长到什么时候？然后延长到何时生效都没有提及这个比较细节的部分呢。那美方还是老话一句，就是有待川普最后的决定。所以看起来中美双方虽然这个谈了好几回，可是这个最终的定案能不能延长还是个未知数。何立峰的讲法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下一步双方将会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美经贸磋商的机制作用哦，减少误解，加强合作，来进一步深化这个对话磋商。但是会不会有可能又出现他口呢？因为这个第3轮的贸易谈判结束了，川普说有机会在年底前见到习近平，这是今天最新的新闻哦。那这是29号的时候表示，他说习近平希望跟他见面，他也期待这场会面哦。所以双方这个中美双方呢可能会在年底前来见面啦。还说这次瑞典是贸易会谈是非常好的会面，可是才不到2天前28号，川普的发文是说他没有要寻求跟习近平见面哦，他说这不正确哦。28号说没兴趣，29号又变成了期待，这是一种他口吧？我们来问问看，介老师怎么看？当然就是说，你现在要看美国谈判它的谈判的原则在哪里？对，那就可以就是说推敲美国对台湾提出条件大概是什么。那不能就我们在这边照自己的想法去看美国做法，美国做法已经有章法了，它不是乱打的。那现在美国事实上把它的贸易谈判的对象，我看已经分成了3类了。第一类是什么？就是中国大陆，就是打不过，那就投降，所以才会跟这个派他的这个贝森特跟这个何立峰谈了半天那上一次就是美国对中国大陆下跪嘛，本来不是145%吗？后来现在算起来大概是30%左右，那就是说现在当时说我们还要再继续谈，现在谈就变成就是说再继续90天，
会不会90天又变很难说，因为川普这个人个性就是每天要变呐，他不变他很难过，所以他能够维持90天，基本上就是说现在他还打不过大陆，因为他的那个稀土的问题啊，还被大陆抓在手里面啊，抓得牢牢的，所以啊，这是第一个啊类别。第二个类别就是欧盟、日本、韩国这种类别，那基本上关税就是15%，但是关税不重要。重要什么？你要对美国投资，跟到美国去采购的量很大。那欧盟是要加额在既有的投资之上再增加6000亿美金，然后另外要购买7500亿美国的这个能源产品，所以加起来1兆多啊，对，1兆3500万啊，3500亿啊，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量。那当然就是说还要开放一些市场给美国，所以重点在你要拿多少现金出来给美国。那日本呢也是一样，15%啊，15%。那另外呢，日本要拿出5500亿到美国投资。另外，日本还要开放稻米，还有部分汽车市场，还要采购美国的怎么样？美国的农产品跟美国的飞机，波音100架。那韩国现在应该也是差不多在同一个的，所以税率在15%左右，那可是呢，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你要投资多少。那韩国听说本来他代表团要去美国了，结果呢，他报过去的价码说我投资1000亿，美国人3个字就打回来了，他说别来了，不要来了。我原因是什么？太少了，就这3个字。韩国代表团呢去美国的美国连门都不开给他。所以如果说我们是在这个跟欧盟、日本、美国放在一个类别里面的话，那我们的税率应该也不会超过15%太多。可是呢，你就要拿像亮哥讲的3000亿，对不对？甚至4000亿。天哪！另外还有什么？你这是投资，你还要对美国大次的采购。那这个采购要多少呢？日本是5500亿，欧洲是7500亿，那台湾是多少？那如果我们不是属于这个日本、韩国这个量级的，欧盟这个，我们就跟越南、跟印尼、跟菲律宾放在一起，那就是20%的关税。可是你的国内市场要完全开放，零关税，所以呢，就看放在哪一个类别里面。不过基本上，我觉得都不要太乐观，不要太乐观。那民进党基本上我觉得他现在在乎的是他这个政权能不能够回过头来对台湾的人民交代啦。不过我是觉得反正很快啦，8月1号马上就要揭晓了。是，可是我觉得最可恶的是这个过程中，我们台湾老百姓完全看不到任何一点民进党跟美国谈判的任何迹象，它是完全黑箱作业，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好，来请江建老师。好，我现在正在帮一个局处呢写一篇文章，叫1打多的川普关税不平等条约。这里面有2个重点，叫1打多，第二叫不平等条约 unequal treated。我觉得这川普真的太厉害了这个 MAGA 他真的知道美国制造业空洞化，一旦空洞化以后的美元军事都无法上推，所以必须把制造业拉回来。这时候他要赢者全拿呢，无一个输。你可以看到他非常厉害，最后到日本、欧洲，刚刚有讲到了欧盟了我讲7月7号、7月9号、7月10号、7月10号、7月15号连续5波，从14国、8国，然后加拿大也认输了嘛，卡利，最后呢2国最后到印尼，最后总共26个国家在5波之后，大家都在猜未来怎么样。还有2个呢，刚刚讲的第2类的那种刚刚这个就要讲日本、欧盟称，最后也都输啦，都俯首称臣啦，失误也很高比他原来只有4%左右的，美国还是在赚钱的，而且更重要的，你要开放你自己的国家的等等等等的刚刚形容的东西，以及日本去投资了要投5500亿，而欧盟呢答应了6000亿，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真是厉害。那我讲这些各国在分析到底呢我们要抵抗这个 tariff 就关税不要太高，还是呢我们要刚刚讲的割地赔款？其实我不把它叫割地赔款，叫投美赔款你给他钱投资他，还是开放他，就是也是给他钱。那我要讲是，只要你不去抵这关系，把它弄高，我跟你讲，产业真的完蛋了。整个产业怎么卖？因为美国就是 big buyer 大买家，你是 big seller 是卖家，你就必须要降低。这没办法，我跟你讲 ，P 和 Q，P 乘 Q， 价格和量呢就等于 profit 叫获利。今天呢，你把价高了，我跟你讲 ，Q 价低，你的不是就是你如果买家买单，你只有赚的就一定少。
或者你如果不买单，由那个买家对方买单，那你的量就卖不出去，这时候获利都减少。所以产业知道关税很重要，可是呢，这个问题来，那国家不是这样想啊，产业真的受伤怎么办？所以还是要降低平抚民心。可是呢，私底下就做刚刚讲某些黑箱，可能就是投美赔款。好，我讲美国要台湾什么？为什么慢慢来，一直不停呢？我就有3个因素我的分析了哈。第一个，我觉得他在想台湾是个有钱的国家，他讲过你很有钱啊 ，rich country 啊，我能拿多少，要怎么设计？所以呢，他讲过啊。我要保护你，因为你是最需要保护的国家，你要收保护费啊，所以我要拿多少算算看，不要让你实在受不了，但是你该给的要给我，所以跟钱有关，赔款。第二个投美，投什么呢？先进奈米的制程，我不管是当时丢了100%，你台积电拿1000亿，我还要再来。如何让你先进制程在我的本土制造业的制造文化、制造劳工、制造的基础建设好了以后，你全要来？我觉得台湾，我担心这一点，我希望台湾的政府帮我们把关。第3个最重要叫做，他讲过一个比肩理论，如何用台湾去夺中国。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的重要性的话，你就会发现川普在运作就这个，因为这是他最重要的底气和筹码，这叫比肩理论啊。他要怎么样赢者全拿？他最后最重要的还是抵抗这个现在完全抵抗这个奉陪到底的这对岸嘛，我们的对岸。因此我觉得我很担心我刚讲这3块呢，台湾会全给或者半给，或者全去投资，或者最后全听话。那我觉得台湾就不熟了，所以。我讲这个是呼吁现在的政府一定要小心，我们这3个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把关，因为我们台湾还是有筹码的。好，来建章。刚刚聂老师特别提到一点啊，也就是美国说他要保护台湾，可是已故的立委李敖说，台湾就是帮人看门，还得自己买骨头的。那我们这样讲啊，现在讲这么多，我们有听到相对的国防预算吗？那传闻中9000亿新台币已经追加预算已经送到立法院，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除了刚刚讲到的那个关税，除了刚刚讲到的投资之外，还有国防预算，它这每一笔都是拆开来的，没有放在一起谈啊。那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他特别讲到啊，说他其实最后的那个决定权还是在川普手上，这个就是我常讲到说有关于谈判的时候他的一个权力结构啊。那最后的权力结构，我们刚刚讲到商务部部长他已经完成了所有川普交代的任务，但是最后川普会不会再微调啊？不知道，所以他就交给了川普。会不会微调这件事，问越南就知道了嘛。越南就是最好的一个受害者。那我们这样讲啊，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另外还有一个拉出来谈的，也就是买波音客机这件事。为什么每一个国家都多多少少被勒索要去买波音的客机？因为美国真正在意的，也就是波音它的一个那个民航的这一个获利。那其实要维系它，不要忘了 F-47它的一个研发以及量产，那其实都靠着民航，所以才会有民航机的这一个谈判选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在川普的关税大棒之下，看起来欧洲人是不是投降了呀？被国际的媒体是这样子看待了。那他们讲说，欧洲沦为任人宰割和凌辱的对象啊，这是一个糟糕的协议。川普不仅羞辱，而且勒索了欧盟啊，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美国总统恣意妄为，那欧洲呢，竟然是这个逆来顺受啊。那可是这个降到15%，看到欧洲的反应啊，咬牙切齿啊。这个欧盟冯德莱恩派出去，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这个输面比较大的状况哦。所以从30%的这个税率降到了15%。现在各国的欧盟领袖呢，他们是怎么讲呢？来看一下德国的总理梅尔兹，他说对结果相当不满意。那奥班呢，匈牙利
利的总理，他讲说，川普把冯德莱恩的当成早餐给吃了。那法国的总理白虎讲说，这是最黑暗的一天。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啊，他说支持协议，但不带任何热情，所以看起来大家都是很不想接受这一个结果。那德国的汽车工会甚至讲说，关税降到了15%，也是比以往高啊，每年还是增加了数十亿欧元的负担哦。所以对欧洲来说没有赢啊，就是输的一屁股哦。再来看到了这个川普，他当然是个大赢家哦，他是大胜利啊。这个《华尔街日报》提到了，川普如愿以偿得到他心爱的15%的关税啊，但从欧盟的角度来说呢，是不是看起来好像从欧洲几乎一无所获？这项协议没有触及数位税，还有这个美企惩罚性的监督，以及基因改造食品啊这些限制啊，禁用激素啊，然后牛肉啊这些相关的安全障碍。川普长期诟病的欧洲药价过低的问题也没有得到缓解，所以这个评论上面讲起来，川普好像也没有赢得太多嘛，就是他可能只有这个投资项目跟这个关税数字看起来是好像这个表面上不错，可是还有一些很关键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相关的缓解。再来印度呢？川普也说，像印度哦，他说朋友也是要缴钱的，威胁要科25%的关税。他近期的关税目标，焦点放到了印度上啊，就点名印度说，你如果不跟我们美方达成协议的话，就有25%的惩罚性关税来等着你啊。虽然我们是朋友啊，他们会付25%的。是的，我想的，这个印度一直是我的朋友，哇，这样的朋友其实很可怕，带着威胁啊。那再来看到这个印度。他其实反倒是说很从容，因为美国媒体分析印度有2张牌，它是能够取代中国大陆的战略角色，而且还能够保持美国在金砖国家的谈判优势哦，所以使得印度政府稳坐在关税谈判桌之上。那根据呢这个智慧型手机的相关统计，2025年4到6月出货到美国的智慧型手机当中，有44%是印度生产，首次呢超过了中国大陆，位居第一。那中国大陆在美国的智慧型手机的出货比现在是25%，较2024年同期61%是大幅的下降。那看起来这个莫迪印度制造的政策呢，不过他们在地的这个反对党啊，是好像并不是很看好。他说，你知道吗？印度制造大多数的电视当中有80%的零组件是来自中国。我们虽然打着印度制造的名号，但实际上只是组装零件，不是真正的生产啊。从 iPhone 到电视，这些零件都是来自国外的，所以感觉上面好像赢了个面子，输了个里子啊，就是说我们只是负责拼装而已。那再来，这个川普对于缅甸政策，为了稀土竟然大转弯。路透社就报道啊，因为川普为了要取得缅甸的稀土资源，降低对于中国大陆的供应依赖，所以呢正在听取各种不同的建议，然后采纳这些建议啊，最终要调整对于缅甸的政策立场。那川普政府呢，现在他们这个打算呢，就是最终是要缅甸的庞大稀土供应哦，所以他们可能对于缅甸的态度啊会有一些转变哦，打算要从这个战略对手中国手中转移出去。那所以华府啊，还有或许得知控制缅甸大部分这个丰富重稀土矿场的少数民族叛军，他跟他们会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就是为着稀土对于缅甸的态度有一些不同了嘛。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欧盟这一次真的是在全天下的人的面前对美国下跪。这个你说越南去下跪啊，日本去下跪，这个期待之中，实力差距太大。那欧盟事实上是可以跟美国分庭抗礼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家集团，不管在技术上，在这个资源上，在这个国际政治的这个所谓的影响力上，都不会输美国太多的。而且说实话，他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为什么要成立欧盟？就是怕被像美国这样子的 superpower 霸凌啊，所以他们这么多国家集中在一起，论他的经济实力，19兆美元的 GDP 啊，对他们说他们是冯德莱恩他们讲第2大，全世界第2大，那是不是第2大？他跟中国大陆到底是谁是第2大？这个还不清楚。可是呢，欧盟这个整合70年的努力，就是要不要被美国怎么样？牵着鼻子走，甚至被美国羞辱。结果呢，现在的
明明白白跟美国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你货卖到美国要给15%关税，美国卖到你的货还是照旧。所以这不就是明明白白不平等条约吗？这个根本都不必解释，就是被美国被欺负霸凌了。然后呢，双七落地。那我知道欧洲人，我就问了，那我们欧洲人整合了半天干嘛？整合了半天还是被美国这样子羞辱，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羞辱会让怎么讲呢？会让事实上欧盟里面的小国以为依赖着欧盟这些这个大的组织他们的国家利益可以得到保障，结果没想到欧盟完全没有办法保障他们这些小国的利益。那你想想看，他们对欧盟的这个效忠还会对欧盟的期待还会继续像以前一样吗？所以欧盟可能就会因为这一次的挫折它就会走向由盛而衰，甚至将来瓦解都有可能。那印度事实上的话，现在对美国是很硬，所以对美国来讲，川普2次警告了。上一次警告是用间接的，说什么？说你印度跟巴基斯坦打仗，你被打下5架飞机，结果呢，一讲完以后呢，这个印度的反对党就叫逼着他的国防部长说，美国人都说你被打下5架，到底有没有被打下来？印度还是不承认，国防部长就说这个是没有的事。美国都已经认真态度了，所以印度人有多怎么样，脑袋有多僵化。所以我不认为印度跟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在8月1号之前会有结果，那么他可能最后他就是25%。这是美国已经讲好了。那稀土缅甸，美国对缅甸改变政策，那你就可以看出来稀土对美国有多重要，那也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用稀土卡住美国脖子，对美国来讲的话，他是多难受，他多想解除这个卡在他脖子上的这个稀土这一个利器，所以呢，现在他不计代价到处在找稀土，跟稀土跟疯了一样。可是呢，这个美国的专家也可以，你是可以解除，可是问题时间没有那么快，你可能要3年到5年，你才能够解除中国大陆对稀土的垄断对你美国造成的威胁。那可是这个3年之中，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起码美国就不敢中国大陆怎么样造次，或者对中国大陆做出不合理的要求，那必须要做这个妥协。所以呢，国与国之间就看你手上有没有这种超级武器。你有这种超级武器，美国再强它也得跪。好，聂老师。我刚刚有说过，我正在写一篇1打多的川普关税不平等条约。刚才从这个鸭子也提到了，这真的是不平等条约啊。其实我讲欧盟这个欧盟这个 European Union 是什么东西？有27个国家，之前28嘛，这个英国出去，但现在27个国家，他们使用了同种货币吗？也没有，货币政策是半妥协，财政政策基本上都没有。那最后呢，你去跟他谈判的时候，永远是那几个首领冯德莱恩这些人在谈，所以这里各怀鬼胎了。小国没有发出声音的这个条件，就像我们这个台湾，假设我们的执政谁在执政，所以谈所有东西，其他他即便黑将你小，其他市民肯定也没有发出声音的条件。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知道这个欧元使用欧元的是19个国家，也不是27个国家，所以大家连这个货币政策都没有完全整合。请问他们能够全心一致吗？因此我说各怀鬼胎。但当他们知道，每一个国家都知道，美国呢正在使用它的霸权，对其他的霸道，然后去霸凌其他的国家。然后呢，这个日本也讲了，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勒索嘛，敲诈，全世界都讲了，大家最后都会输，因为我刚刚讲川普太厉害了，赢者全拿，没有一个输。最后日本，你看嘛，我们刚刚讲的，不管5500亿或者欧盟的6000亿，但是我要讲欧盟这是特别的，是因为冯德莱恩这些他有美国关系，以及这些欧盟国家界只有德国、法国，大不了意大利、西班牙、红酒可能跟美国有些关系嘛，说不好听，其他小国有什么力量？所以他的汽车要围住他的东西，他要围住他产业的部分的利益的时候，他就必须放手。我说不好听，当然这个时候你知道，他要输出，他关税如果一高，请问那个德国、法国他们自己要输出，他们是一个大输出美国的，也算是只有这几个重要国家，他就必须降。当然他会伤到其他国家利益，但这时候投资我都还在想，你去投资人家6000，到底是谁给？
是这个国家去用它的 percentage 去用它的这个 quota 去分吗？我其实很好奇，我真的要想研究一下欧盟这些国家去给力要怎么玩哈。我就讲一下这个稀土的问题，真的很有趣。其实川普他很厉害，他的背后团队也很厉害，一开始就知道稀土很厉害，中国会拿这一招。我即便刻住你，刻到你死了我就没事，但是你稀土一起来，哇，我就担心了，因为所以一开始你记得川普一来就在格陵兰，请问格陵兰跟你什么关系？我就要拿到这个国家，因为它有180万吨，150万的比我们跟我们美国现在存量差不多。那储量差不多，好，那这个重点来了，你现在去巴西之前谈巴西，那其他像澳洲会听你的吗？也不会，他们有些产量在前10名的国家也会自己生产啊，俄罗斯啊、澳洲，他今天去找那种可以欺负的国家，缅甸，甚至我在怀疑啊，外蒙古有300万吨，他搞不好哪天也会去，缅甸根本不在排名前10名，重点还不在这，储量全世界最多的4400万吨的，在全世界37%的就是中国。储量也不重要啦，那缅甸占1%这个不到10%。好，再来一个最重要的是产量吗？产量也不重要，你要生产出来也不够。现在啊，美国产量45000吨，中国随便就27万吨。重点是精致冶炼这样的功夫，中国40年在前10年不行，后来呢，在1970年、80年代已经突飞到现在，全世界90%的精致冶炼都是中国手里，所以这个他们只能后起直追。美国知道他们无这个奉陪到底的对岸，他们真的很难谈下去。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现在真的怕了，他们不一定会赢，也就最后只剩下这一个国家，他可能很难跟他一直能够压制他，能够赢。只有这个国家他没有胜算了。好，来文件长。其实啊，我们看到这个德国之声啊，他直接下的标题啊，也就是德国人投降，对不起，欧洲人投降了。他讲的真的是保守啊，他应该写的是欧洲人跪了。因为其实我们来看啊，这个匈牙利总理他是怎么说的？那他直接就是说，川普早餐吃了冯德莱恩，然后而且他后面讲的那个更辛辣，然后而且现实啊，他讲说呢，其实他说这不是一个协议，只是川普把冯德莱恩当早餐吃掉而已。他说，但是呢，欧盟的执委会他没有资金，没有军队，那谁来支付那或执行这一切？也就是刚刚聂老师讲的，所有的欧盟国家要来负责。这个一负责啊，也就是你的这个协议全部都是建构在所有国家的痛苦之上。那每个国家各怀鬼胎的情形之下，是不是会造成呢欧盟进一步被裂解？这是值得我们继续观察的部分啊。那刚刚讲到有关于缅甸的稀土啊，其实缅甸的稀土它的矿脉啊，其实非常的薄，而且它非常的深，不是很好开采，而且落在这些少数民族的身上啊。那其实我们这样讲啊，也就是这样，但美国觉得他好像可以下手了，可是不要忘了啊，他要从哪个港出口？从仰光吗？还是从皎漂？不要忘了，皎漂就是一带一路所建设好的港，所以到底出口多少，中国大陆是掌握在手里的。所以美国现在发现了为什么港口重要，但是呢，中国大陆是不放手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李嘉诚他为什么把这个中远集团直接拉进来，就是配合着我们看到贝莱德要来讨论他的34个港口的问题也就在此啊。那不过呢，大家都没有谈到一件事情啊，也就是其实川普在里面还附带了7500亿美元，对，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亿啊，都是美元为单位啊。他说有关于欧洲跟美国的这些能源的协议，那这个协议也就是未来的3年之内呢，要购买价值2500亿的美国石油、天然气以及核燃料，也就是之前我们讲到说去工业化的只有德国，